丈夫不在家，妻子检查出来怀孕了。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她打开淋浴器冲热水澡，在往身上涂抹沐浴露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一屁股就坐在了地板上。这一个屁股墩儿摔得可不轻，半天没动地方。好不容易坚持着想要站起身，糟了，腿疼、腰疼、肚子疼，两条腿根本就不听使唤。没办法，她强忍着疼痛，用两条胳膊慢慢爬回了卧室。从床头上拿起手机，给丈夫贾刚新打电话。接听手机的是秘书小张。嫂子您好，是有什么急事吗？哦，让你们经理接电话。嫂子，贾经理正在开会，要不一会儿我让他给您打回去。你快跟他说，我在家摔了个跟头，让他赶紧回来一趟。啊，嫂子，我们出差在海南啊，经理没跟您说吗？这位妻子袁佳佳一听，一拍脑门，哎呀，可不是嘛，丈夫贾刚新前天就出差走了，我这一着急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秘书小张一听说是经理夫人摔伤了，他也就顾不了许多了，冲进会议室，拉出来了经理贾刚新。经理，嫂子在家洗澡摔了个跟头，你看应该怎么办？贾刚新赶忙接过手机。佳佳，你怎么样？摔得严重不严重？也没什么，就是腿疼没法走路。那我马上打电话让爸妈过来带你去医院。贾刚新不等妻子袁佳佳再说别的，挂断电话，紧接着就打给了自己的父母，让爸妈快点赶过去送儿媳妇去医院。公婆接完儿子的电话之后，老头就穿外套准备下楼，被老伴儿一把给拉住了。老头子，你还真去呀？不就是在家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儿吗？年纪轻轻还至于上医院啊？我看不用管他，自己在家歇一会儿就好了。老头听老婆的，把外衣重新挂到衣服架子上，回屋喝茶水。原来这婆婆对儿媳妇有意见，因为他们结婚已经5年多了。着急抱孙子的婆婆钱米凤催了好多次，这儿媳妇袁佳佳就是不肯怀孕生孩子。半个小时之后，丈夫贾刚新会开完了，马上又打电话问妻子：佳佳，你怎么样了？爸妈到了没有？还没有，我越来越疼了，今天上午刚查出来怀孕了，你说这会不会流产呢？贾刚新这么一听，脑瓜子更是嗡嗡直响，赶忙就又打电话催父母：妈，你和我爸到哪儿了呀？啊，我刚才和你爸商量着呀，摔个屁股墩儿应该没啥事儿，过一会儿应该就好了。什么？妈，佳佳说她刚检查出来怀孕了，得快点去医院，别再摔流产了。说完，贾刚新不等母亲回答，挂断手机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这边的婆婆钱米凤一听说是儿媳妇怀孕了，立马有一种想抽自己2巴掌的冲动。老头子，你还愣着干啥？没听到吗？佳佳她怀孕了，摔倒了，要是万一流产了的话，我大孙子就没了，赶快出发去拉着她上医院。老两口着急忙慌下了楼，婆婆钱米凤着急，她开车让老伴儿贾英雄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因为太着急了，钱米凤逮着机会就超车，结果一个没控制好，追尾了。老伴儿贾英雄的脑门被撞破皮，流了一脸的血。哎呀，你可真是人老皮糟啊，碰这么一下还流血了。得了，你留下来处理事故，我打车去接儿媳妇。于是钱米凤丢下老伴儿贾英雄，跟被追尾的车主商量是私了还是公了的问题。钱米凤招手上了一辆出租车，很快赶到了儿媳妇居住的小区。到了楼下一看，刚好有医生护士好几个人正在往救护车上抬他的儿媳妇袁佳佳呢。佳佳，你怎么样？还疼不疼呀？啊？袁佳佳咬着下嘴唇，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救护车就驶向了人民医院。婆婆钱米凤坐在出租车上也随后赶到。医生就说了，
你是患者家属是吧？看样子这一下摔得不巧，胎儿很危险。哎呀，求你们一定要帮帮忙啊，大夫！我就等着抱孙子呢，等了好几年了都，千万要保住我孙子呀！我们当然会尽力，请安静一点，在走廊里坐着等吧。又过了好大一会儿，医生终于走出手术室。孩子已经没了，另外大人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因为他的体质比较特殊，有大出血的可能。婆婆钱米凤一听就傻眼了，她的心情就像是热油锅里突然倒进去一盆冷水。没等钱米凤回过神来，老伴贾英雄打来了电话，说是因为钱都在老伴钱米凤手里，车已经被拖车给拖走了，贾英雄自己在事故附近的一家小医院呢，刚刚包扎好伤口，现在需要钱米凤给他转过去一点钱，好交上医药费。哎，孙子没了，这边没事了，我过去给你交费。啊，孩子流产了，那你也得照顾儿媳妇呀，还是用手机转给我吧。光一个大人有啥可照顾的？你等着，我马上过来交费，然后回家。钱米凤还真就扔下了病房里的儿媳妇袁佳佳，到小医院替老伴交完医药费之后，就一起回家了。到了晚上，老汉贾英雄催着老伴钱米凤到医院去看看。看什么看？知道自己怀孕了还不小心一点，摔跟头把我大孙子给摔没了，多气人！还看他？不去。老贾好说歹劝，老伴钱米凤就是不去。最后老实人贾英雄真急了，你不去我去。从沙发后面捞出几张私房钱，腾腾腾下了楼，坐上出租车就去了人民医院。找到病房一看，他就是一愣，就见儿子贾刚新坐在儿媳妇的病床边上，正给妻子袁佳佳喂小米粥呢。儿子，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爸，我当然得回来了，要不然佳佳谁来照顾？贾老先生脸一红，是啊，是啊，唉。贾刚新本来还需要再开几天的会，但是妻子这边住进了医院，他就买了一张机票，马不停蹄赶回来了。还算幸运，袁佳佳并没有出现医生所担心的大出血的情况，住了几天医院之后便回到了家中。趁着儿媳妇不在场的时候，婆婆钱米凤一扯儿子贾刚新的胳膊，儿啊，我可偷偷问过医生了，像你媳妇这种情况是有可能造成习惯性流产的。我看就以你的条件，大公司的经理，再找个好姑娘也不难，你自己掂量着办啊。妈可不是劝你什么啊。妈，您就放心吧，打死我也不会离婚的。至于生不生孩子，那都是无所谓的事情。钱米凤一听儿子这话，就觉得心口一阵发堵，脸红脖子粗，说不出话来了。儿媳妇袁佳佳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听说了女儿最近摔跟头流产的事情，打算坐火车来看看。袁佳佳在电话里边就劝：爸妈，你们别来了，过几天我回去看望你们吧。原来是袁佳佳因为婆婆的表现，最近心里也产生了一点点想要离开这个婆家的想法。她的父母感受到了女儿的思想波动，不远千里赶来看望女儿和亲家，劝说袁佳佳：孩子，不要总是计较婆婆怎么样，你只要尽到自己的孝心就是了。贾刚新是个合格的好丈夫，这就足够了，你不要不知足啊。袁佳佳的父亲袁举哥，母亲王梅花在登门看望亲家的时候，偏赶上贾英雄老先生因为不满意老伴钱米凤的所作所为，老两口正吵架呢。老子受了你一辈子气了，这回我不忍了，你要是再敢使坏劝儿子离婚的话，老子就先跟你离婚。亲家公袁举哥和亲家母王梅花都是做街道工作的，最会调解关系了，一番劝说让贾英雄和老伴钱米凤又都露出了笑容。婆婆钱米凤从内心深处
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慢慢有了很大的改变。1年多之后，儿媳妇袁佳佳又怀孕了，10月怀胎，生下了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女孩。